本期节目由海瑞克公司赞助播出。行业先锋海瑞克，革新地下空间建设，让地下工程更快、更稳、更智能。李博士非常高兴，你到我们公司来。白老师你好，非常高兴啊，20年前认识你，然后经过20年的变化呀，感觉变化挺大，但是非常好，我觉得是一种进步啊，就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又一个新的挑战。你是说我本人是吧？对的。对啊，其实我这个年龄是退休的年龄，但是呢，身体状况还好。然后呢，就想做点事情，也不要太累，是吧？压力也不要太大，所以现在做一些咨询啊，然后呢，再做一个白云说水节目，我感觉到挺适合我的。那您对未来的这些节目当中，是不是准备介绍一些我们国家隧道领域的发展趋势啊，或者是技术啊、设备啊这些方面的内容呢？其实我们这个地下空间它的未来的话，我认为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地下空间或者说地下工程，它的那个应用的范围可能比以前更广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的话，能源问题那么我们为了储能、低碳储能，现在就越来越多的，就是说我做一个地下空间，让压缩空气来储能。所以挖洞在山里面挖洞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或者地下挖洞？对，它的这个应用的这个范围比较广了。第二个呢，它的这个技术本身的发展，因为它受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数字化的引领包括我们的新的材料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像美国一些国家，他们比较注重的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材料聚合物来替代掉我们传统的钢筋混凝土。所以它实际上呢，地下工程的这个发展呢，我个人感觉的大的方向是两块，就是一个是在技术本身它会有进步，特别是在这个信息技术的这个赋能。应用领域的转移，也许从传统的一些应用场景转移到新的应用场景，这个肯定是会比较多的。你比如说这个北美洲和这个亚洲，比如说我们西伯利亚那边的，通过那个白令海峡，把亚洲和这个北美洲也连起来，可以看到，也许我们做隧道、做桥，几乎就可以把这个世界都连在一起，除了澳大利亚有点难大洋洲有点难，都可以联系在一起。科技的进步材料也好，技术也好，装备也好，包括尤其是现在 AI 对各个领域的冲击性，那其实在未来的发展中，我觉得对我们国家和全球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设计标准肯定是需要进步的。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那个电动车，它和那个我们传统的汽车来说，对于一条隧道里面它的通风要求不一样。我们知道通风实际上不光是解决一个隧道的一个空气的问题，它其实也是在火灾的情况下，你的通风要开启的。所以这个要求很显然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电动车出现，它对隧道的这个标准你必须要与时俱进。我知道你最近在研究那个我叫浮式隧道，你们叫悬浮隧道是吧？这个 floating 这个单词的翻译过程中，其实碰到很多这种，有的人翻译成悬浮，有的人就翻译成浮式，是吧？那我喜欢用浮式隧道的。通过这段时间你们的这个思考，你认为这个有没有可能在近期在中国或者在世界其他地方实现？目前我感觉还有点难。我感觉最难的地方就是水里的这个水动力这个不确定性太大了，所以这个让人走一条隧道的话，你一定要给人是安全的感觉，但是能不能实现真正一条非常安全的水下悬浮隧道或者浮式隧道，还很难做到。有些大型的海洋的生物，比如说鲸鱼什么东西，它本来要自杀是吧？冲到岸边来了，看到你这个东西，它对着你撞，是一个什么结果我不知道这是一个。
哦，这些会要在研究里都有抗撞实验、防撞实验，对。然后的话，我在想，这个司机在里边开车，这个隧道其实是有点陡的吧？这个舒适度是悬浮隧道也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你大概说的现在近期内不大可能应用，是不是有这些方面？就是可能如果在这种静水啊，就是相对静水，不要在海里面，在湖里面、河里面，或者是做一条示范性的，还是有可能的。对。其实我对您做的这个白银出岁节目啊，挺感兴趣的。您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打鼓啊，能不能做得长久，能不能坚持下去，能不能做得成功，有没有就是观众或者听众来看您这个节目，您在这方面当时是怎么考虑的？现在又感觉怎么样？其实不是你一个人，我记得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你记得我这个第一集就说我白银出岁要做10年嘛，对。然后呢，赵坚教授就是蒙纳西大学的赵坚教授，他跟我沟通，他的意思说，你10年480集嘞，没那么多话题好讲的吧？现在关注的点击量有多少了？跟一个我们的一般的网红啊，这个相比呢，那么几千万、几百万，我们没有，因为我们这个领域很窄的一个领域。我的大数据告诉我，第一集一直到现在所有的集数，至少每个礼拜是肯定有人看的，它不是说一点没人看。1年以前某一个节目，最近这1个礼拜看的人还特别多，有这种情况。这个大概是跟大数据里边的搜索什么都有关系吧？那说明您做的节目都对大家有益，他才会再去看、再去回顾。因为我自己特别觉得你的节目跟其他的这些专业性的节目不同的，你把趣味性、历史、文化、宗教这些各种不同的都放进去了，这个就是吸引一个土木人觉得会拓展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视野，这个是不同的一种特色。如果单纯的讲技术、讲方法，也许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个隧道它是人做的呀，那么只要是有人的活动，它这个里边就会有人文的东西在里边。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看我可以有好多个板块，都是和隧道相关，但不局限于隧道的技术，它可以是隧道的工程、隧道的事故、隧道的创新、隧道的创业啊、隧道的人文。这样一来的话，你一下子就感觉到啊，这个话题其实很多，而且你能够紧扣当时那个时间的一些，比如说时事，去谈当时的问题，这样子就又抢了热点。到现在为止的反馈啊，是不是也是一种对你继续做下去的激励啊？通过做这个节目，其实我也学到很多。我说这个隧道这个领域很窄，但是这个隧道里面涉及的知识面特别的宽，因为我们的施工方法有各种各样的施工方法，比如说您擅长的城管法啊，我们有邓沟法，有深基坑啊，有矿山法。所以呢，我就通过比如说跟不同的我的采访者交流，对他们来说啊，比如说某一个人他是一辈子搞的隧道测量啊，对他来说是随便讲一些很基本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呢，有的我就不熟悉，我也学到一点了，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特别是你还要策划，你还会再查一些资料，我认为是一个最有效的学习。很多人担心啊，就是你后面有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做后面的节目？你跟我说，后面的节目的多少期，你的心里都已经有数，而且基本上有个规划了。这些专家呢，都为你创造了一些思路啊，就是目前世界上或者国内上最先进的一些理念和技术。